我现在苏州，苏州是一个有2500年历史的城市啊，文化底蕴非常深厚。如果像我一样第一次来苏州，应该怎么玩呢？是不是直接就去最著名的苏州园林啊？我估计进去也看不太懂，因为是外行，外行只能看个热闹。这个苏州园林是非常深刻的，我觉得还不如了解一下这边的历史啊，直接从2500年前开始了解，当时对苏州影响最大的一个人物吴王阖闾。开始讲历史了啊！这个吴王阖闾是谁？很多人都不知道吧？但是他的死对头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越王勾践。在春秋战国时期，苏州这个地方属于吴国，杭州那个地方属于越国。吴越这两个国家就经常打仗。在一次战斗中，这个吴王阖闾他的脚趾头就被对方砍掉了。后来过不了多久，他就去世了。临死之前呢，跟他儿子说：“你一定要给我报仇啊！”后来他儿子吴王夫差就接了他的班啊。这个夫差也很能干的，果然没过了几年，就把越王勾践抓住了，然后就要杀掉，给他爸报仇嘛。勾践马上就求他，他说：“你别杀我，我们越国每年给你上贡多少多少钱，然后我本人给你当奴隶啊。”这个吴王夫差当时打了胜仗，骄傲自大吧，他居然就信了勾践说的这些话了，就把勾践留在身边，给他当奴隶，给他喂马。后来的故事我们就都知道了吧？越王勾践在他这边当奴隶，受尽凌辱，然后卧薪尝胆，最后又打败吴王夫差，成就他的霸业。他是成为了春秋五霸中最后一霸。这就是吴国和越国之间的恩怨。我们这个视频还是说回这个吴王阖闾啊，讲一讲他在吴国发生的故事，还有他是怎么样上位的。他爷爷当吴王的时候有4个儿子，其中他爸是老大。他爷爷临死之前呢，定下个规矩，就是这个王位怎么往下传啊，就是老大继承了传给老二，老二继承传给老三，然后传给老四，其实就是兄终弟及，等他们这一辈传完了，才能再传下一辈啊。前面几次都传得好好的，但是老三传老四的时候，这老四就不想当王，他对这个当王没有兴趣啊。按照规矩，这个时候就应该往下一辈传了，就轮到这个阖闾当王了。但是这老三就打破了规矩啊，他就传给自己的儿子了，他儿子叫辽。那这个阖闾就非常不满意啊，本来是属于他自己的，结果让别人抢走了。那他怎么办呢？他就想刺杀这个吴王辽。这个时候，中国古代4大刺客之一的专诸就出场了。这个是苏州的昌门，专诸就生活在昌门内的巷子里。他本来是一个屠户，就是杀猪的啊，跟张飞是一个职业。这个人武艺高强，而且他也特别勇敢。他和伍子胥当时是结拜兄弟，伍子胥就把他推荐给阖闾，让他去刺杀吴王僚。因为吴王僚的身边有很多的侍卫，那怎么样才能刺杀成功呢？当时他们想了个好办法，因为吴王僚他喜欢吃鱼，所以专诸就专门去学习怎么样做鱼。果然学成归来，他就成了附近有名的烤鱼师傅了啊！一个刺客活生生的被逼成烤鱼师傅了。到这里为止，准备工作就做好了，下面就开始刺杀行动了。这一天呢，阖闾就把吴王僚邀请到他府上来吃鱼，这明显就是鸿门宴嘛。这吴王僚当时他就来了，但是带了很多的卫兵啊，普通人呢是不能靠近他的，都要检查。但是专诸利用他烤鱼师傅的身份，把一柄剑藏在鱼肚子里，他就端着这盘鱼上去了，很顺利的就把吴王僚刺杀了。但是他呢也被这些士兵砍成肉泥了。这件事情被完整的记录在《刺客列传》里面。很多人就要问了，说怎么我们只听过荆轲刺秦王，从来没有听过这个专诸刺吴王呢？其实那是因为秦始皇的名气更大呀，所以荆轲跟着就更有名。这件事说明什么呀？说明选择大于努力。你选择刺杀的对象是秦始皇，那你名气就跟着大；你选择刺杀吴王，名气跟着就小。我一口气讲了这么多，是不是太快了？大家能听懂吗？再说回这个吴国，吴王僚被刺杀了以后，阖闾就顺理成章的当了新一代的吴王了。
那阖闾去世了以后，就被埋在虎丘。那虎丘的名气在苏州可不是一般的大呀，那是吴中第一景。苏东坡都说了，来苏州不来虎丘，那是一大憾事。而且乾隆皇帝、康熙皇帝下江南，都是专程去了虎丘很多次的。大家好，我现在在江苏昆山，带大家看一下昆山这边的网红大楼啊，太壮观了。这是什么造型啊？太特别了，三角形的啊，像不像埃及的金字塔？一层一层的叠上去的。我很早之前就在抖音上看过这个楼了，今天到了现场还是挺激动的啊，第一次见到这么造型奇怪的楼。它一共是有3栋啊，这边还有一个呢。然后我站的这里也是一栋，一共是3个。中间是一个小广场，我现在是站在这个楼的最顶层拍的视频。我们仔细看一下这个楼啊，它是一层一层叠上去的。你看下一层的楼顶就是上一层的阳台，每家每户都是这样，每家都有一个大阳台，这设计的太方便了。很多人说这个楼适合做跑酷啊，像成龙来这里拍个电影就好了，从这上面一直跳下来。这个楼也被大家称作老王楼，方便了老王了，挺有意思。它这样设计，我觉得对消防还是挺好的。比如说某一层发生火灾了，那么人呢就可以从其他层这样跳下去，消防是合格的啊，消防过关。它这个楼确实是可以一层一层的跳下去的。看一下我这边，比如说现在楼顶上有火灾，我就可以跳到这个上面，再跳到这边，再跳这边，跳这边，这样一个一个的就可以跳到1楼去，而且可以跳到隔壁楼啊。你看，拴根绳子就可以随便跳了。当然平时的时候是不能跳的啊，那个未经主人同意你跳到别人家了。但是如果着火的时候，你可以应急这样跳下去啊。如果站在消防的角度看的话，这种楼设计的其实还挺好。你像我们平时的住的这种楼，你万一着了火，你是跑不了的。你看这种楼就挺好的啊。如果是价格同样的话，让大家选，你们会选哪种楼？给大家看一下，我现在拍视频是在什么位置啊？是在这栋楼的最高层，那个就是楼顶了嘛。我是坐这个电梯上来的，它一共是12层。给大家看看这里面是啥样啊？这其实是一个过道，电梯还是挺多的，它分的 A 区、B 区、C 区。你像这个都是上一家的那个楼顶嘛，等于是这边的阳台。这边又有3个电梯，这里阳台都是没有封住的，直接就可以出来拍照了。这个设计真好啊，给大家提供免费的拍照的地方。刚才我是站在最那边的那个阳台，站在这顶层啊，还可以看看昆山市的景色，一览无余啊。地铁站就在这个楼的后面，可以看到那边有很多大楼正在建设呢，塔吊还没有拆掉。这个楼真是建得很密集啊，后面的楼我觉得完全被前面的楼挡住阳光了，还有那个低层的，那采光肯定不行啊。旁边有一条河，这里风景还是不错的啊。刚才我是在那个楼顶拍的视频啊，现在我下来了，带大家看看下面是什么情况。下面刚才看到这是中心的小广场，这个下面呢有商店、超市、快递，各种商店都有啊，配套还是挺齐全的。住在这里生活很方便，站在这楼底下仰视再看一遍，确实是很有特点啊，三角形的鼓起来的。吴中第一山，我现在在江苏的苏州，苏州在古时候是吴国的范围嘛，所以是吴中。这里就是苏州的虎丘，苏东坡都说了，来苏州不去虎丘是一大憾事。买好票了，
票价60啊，还要带身份证呢，没身份证都买不了票。虎丘在苏州很有名的，历史上很多有名的诗人都来过这里啊，而且康熙和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专程来过这里，所以它的名气就更大了。那么最开始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有名呢？因为吴王阖闾埋在这里。阖闾是谁？大家看我上一个视频啊，介绍的很清楚了。吴王阖闾埋在这里的第3天，山丘上就发现一只老虎，从此以后这个地方就改名叫虎丘了。吴王阖闾生前特别喜欢宝剑干将莫邪为他炼制好一把绝世宝剑然后阖闾在这里试剑就拿这个石头来试，一剑把这个石头劈成2半了，所以叫试剑石。断开的地方很整齐说明这把宝剑很锋利。现在就到了虎丘最核心的景点了，叫做剑池。往里走其实就是吴王阖闾的墓，他埋在这里，埋在这个水下当时这边是水葬，大家看一下，就在这水底下埋的呢。据传他下葬的时候，有3000把宝剑陪葬，包括著名的鱼肠剑、专诸剑，都在下面埋的呢。以前秦始皇和孙权都派人来找过，但是没有找到这里之所以叫剑池，是因为第一，埋藏有3000把宝剑；第二，从上往下看，这个池水的形状像一把宝剑，所以叫剑池。这池水最深呢是7米多。在50年代的时候，公园管理处把这个水抽干过，确实是露出来一个墓门，但是这墓里面埋的到底是不是吴王阖闾呢？还没有确定，当时也没有挖。但是水抽干以后，就发现本来隐藏在水下的这个摩崖石刻也露出来了，就有唐伯虎的题字大家看这两边的墙面上有很多的摩崖石刻，这都是历代文人墨客来这游览以后题的字，说明古代这些文人他们都喜欢探秘现在咱到那个小桥上面看一看桥上有2个开口，这2个地方是古时候和尚在这边打水的从这下面取水喝。怎么想的呢？取这个墓地里的水现在为什么不开挖这个墓这个墓的后面就是塔，塔现在已经倾斜了，如果开挖这个墓的话，那个塔肯定要倒，因为它是连在一起的。为了保护塔，现在就不开挖墓了现在再看一下这个塔，它本身就已经倾斜了，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但是它一直都没有倒。在古代的时候，这个塔可以说是苏州的一种文化符号，是一个地标。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塔外面不远处就是京杭大运河，当时人们就坐着船来苏州嘛，很远的地方就能看到这个塔，看到这个塔就代表快到苏州了。所以如果这个塔倒了以后，那人的这个心里这个文化地标就不存在了。从这个角度可以看到塔是歪的吧，往这边倾斜的。这边有一个陆羽井，陆羽是中国的茶圣，他喝茶有一套他是用这边的泉水来煮茶的。看看这个泉就是这个泉水，也叫做天下第3泉。第1泉是杭州的虎跑泉，第2泉是济南的趵突泉，这就是第3泉。用这个泉水煮的茶非常好喝。以前这个泉水都是咕咕咕往上冒的从地底上涌起来的，现在都是一潭死水了，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再看一下刚才这个地方有4个大字虎丘剑池，据说这是大书法家颜真卿写的，但是虎丘是后来人临摹的，这剑池是他本人写的。大家能看出他2个的区别吗？苏州的虎丘已经转完了，这个园子其实没有多大，1个小时就转遍了。来这个地方听一听这些故事就可以了。你说这里的景色有多美吗？吴中第一山，我现在在江苏的苏州，这里就是苏州的虎丘。带大家看一下虎丘里面最恐怖的一个景点，就是这个叫做申公讲台，它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这个坐月子、坐尺子，都不对应该念是千人座，从右往左读的这个千人座是什么意思呢？
很恐怖的啊。我们往身后看，它指的就是身后这个大石头。这石头上能坐1000多个人啊，非常的大。我们换个角度，我离远一点给大家看个全景。在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千人座的全景，在平面上突然鼓起来这么一大块的石头啊，上面可以坐1000多个人。为什么说这里是很恐怖的地方呢？因为这1000多个人全部都殉葬了，被杀了。当时吴王夫差把他爸吴王阖闾葬在这里以后啊，为了保守这个秘密，不让别人知道他爸埋在这里，然后就对这些人呢，就说晚上请你们喝酒好不好啊？让他们都集中到这个地方啊。这些人还是很单纯啊，以为吴王请他们喝酒是庆功宴呢。其实吴王动了杀心了，趁他们喝酒的时候，就下令把他们全都杀了。杀完以后，这个石头上啊，真是鲜血如流，整个石头全都被染红了。你光想象一下，都能想到那种悲惨的画面。除了殉葬的这个说法，还有另外一种说法，就是申公讲台。申公是晋朝时候一个得道高僧，他坐在这个台子上就讲经，因为他讲的是佛教的一些理念，当地的官员不让他讲啊，然后也不让老百姓过来听，他就一个人坐在这石头上讲经。没有人来听的话，他就对着这些石头讲啊。最神奇的是，这些石头好像听懂他说的一样，然后就不停的点头，这就叫申公讲台，顽石点头。还有这个水池子里面，当时是有荷花的，这个荷花听着他的讲经，然后也盛开了。天上的飞鸟经过的时候也落下来了，然后叽叽喳喳的那些吵闹声也都不叫了，都听他来讲经啊。这就是讲经的最高境界了吧？这就是那个点头石，还有这片水池，可惜里面已经没有莲花了。这就是千人座和申公讲台的故事啊。再听听另一个孙武练兵的故事。这里有个亭子，叫做孙子亭，就是孙子兵法的那个孙子。相传他在这边操练过娘子军。这个石碑上写的啊，孙子兵法克敌制胜，什么什么习武，佳话流传。就是他操练娘子军啊，当时他不是写成孙子兵法这个兵书了吗？他就献给这个吴王。吴王说，你这个兵法对什么人都管用吗？可不可以操练女兵？孙子说可以的，男兵女兵都可以的。吴王就不相信嘛，他说那我后宫有这么多女的，你给我操练一下吧。然后孙武就在这边操练女兵。这个练兵最重要的思想就是要令行禁止，赏罚分明，就是主帅下了命令，下面的人要执行的，不然要那个军法处置啊。但是这些女兵呢，仗着他们是吴王的这个妃呀妾呀，就很不听话，有几个带头的不听话，他们就不好好操练。但是按照军法是要杀头的啊。这个吴王一听要杀他的这个爱妃啊，就很着急了，过来说不要杀，不要杀。但是孙子说，你要想打造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就要按军法执行啊，就把他2个妃子给杀了，剩下的其他的妃子马上就听话了，这个娘子军就有战斗力了。吴王一看，这个孙子果然是人才啊，连娘子军都能让他练出来，所以他就重用孙武，当他的军师啊。大家好，我现在在苏州，这是苏州的地标大秋库。前2天刚看了苏州那个金字塔大楼啊，今天又看到一个奇葩大楼，跟北京的大裤衩有一拼啊。这个叫大秋库，长得非常像吧？大秋库在的这个地方也是苏州现在发展最快的地方啊。这里是商务中心，各种高楼大厦林立啊。这2天苏州的天气都很好的，阳光很足。我发现现在大秋库有点这个光污染啊，还有这边的楼，看这个光污染。大秋库是民间的叫法，人家的正式名字叫东方之门，一共是301米。它其实有2个塔楼啊，一南一北，一个是66层，一个是60层。他俩在这个时候，这个地方的时候就连住了。这个地方高230米。这往上的地方是5星级酒店，这下面是商业写字楼啊。
这个连住的地方有一个空中的过街天桥，然后这上面呢还有一个无边泳池，还有一个号称是最高的苏州园林。这个楼的最下面几层呢都是商场，可以进去逛街买东西啊。然后现在咱们进去看看，要穿过它这个大秋裤下面啊，从裤裆里穿过去。下面这个商场叫苏州中心，在大门口啊就看到 H&M 的那个店了，一共是2层呢，看看里面有没有人逛呢。哇，这里面好大呀，可以穿到对面的，对面是金鸡湖，那边有个很高的电梯，直接就上去了。这边是南，这边是北，去这个北边看看。商场很大呀，到 H&M 门口了，还是有人在逛啊，但是人不多。OK 了。为什么这边的 H&M 还有人逛呢？现在到了大秋裤的后面了。我们看这个楼顶啊，有2个这个东西，这是干嘛用的呢？是不是往上吊东西的呀？两边这个是不是天线呢？大秋裤的后面就是苏州的金鸡湖，这湖面非常宽广啊，这一片也是苏州现在发展最快的地方了。对面是苏州第1高楼国金中心，450米啊，92层。苏州有3个大湖，太湖、阳澄湖，还有这个金鸡湖。在苏州的这个小巷子里面，发现一个来头很大的地方，就是这里。大家光看一下这个门头啊，就是那个官府衙门的样式啊。现在是一所学校，但是在古代啊，它可是厉害了。看一下它的来头啊，这边有一个碑，上面写着苏州织造署旧址。织造署是什么单位呢？是专门给皇帝采办这些衣服啊、皇帝的用品的。康熙皇帝6下江南，前5次住在江宁织造府，就是现在的南京，最后一次住在苏州的这个织造府。看一下它四周围这个环境啊，典型的江南园林的风格。这边还有一条小河。古代的时候，中国有3大织造府，分别是江宁织造、苏州织造，还有一个杭州织造。这个织造府是一个肥差呀，它的任务不光是给皇帝这些采办东西呀，它还有监督地方官的一个职能。各地的织造手里有一个特权，就是可以给皇帝上密折。普通的官员上折子呢，是一层一层的递上去的，但是这个上密折呢，是直接就给皇帝递过去了。所以各地的地方官员也怕他们，在皇帝那里打小报告啊。它其实是皇帝放在各个地方的耳目，就是帮皇帝打听这些地方上的事啊，怕这些地方官员去骗他们。而且呢，这些织造他能接到皇家的大订单，很有钱的。这么重要的职位，肯定不是一般人能得到的啊，他肯定是跟皇帝的关系很亲密的。那么当时江宁织造的老大就是曹雪芹的爷爷啊，他爷爷跟皇帝是什么关系呢？是发小关系。他爷爷比康熙小4岁，从小就是在一块长大的。当年康熙不是组织一帮少年摔跤手吗？就是杀鳌拜的时候，曹雪芹他爷爷就是这摔跤手的成员之一啊。不光是这层关系啊，还有一层关系是曹雪芹爷爷的妈，正好是康熙皇帝的奶妈。大家理解这个意思吗？就是曹雪芹爷爷的他妈同时喂养2个孩子，一个是喂养他爷爷，另外一个就是喂养康熙皇帝啊。所以他爷爷和康熙皇帝从小就在一块玩耍，这个感情很深厚的。说一下这个康熙皇帝为什么不喝他亲妈的奶，要喝这个奶妈的奶啊？这其实是为了防止这个后宫干政。这个男孩一出生的时候就不让他亲妈带，就让奶妈带着啊，就是不让他和他亲妈的感情太深了，防止以后后宫干政啊。最后说一下，曹家跟康熙的关系这么好，最后为什么还被抄家了呢？就是因为康熙死了啊，然后曹家的靠山倒了，还欠了一屁股债。
雍正皇帝上位以后，让他们家还钱，他还不了钱啊，所以就被抄家了。那他们家当的是最肥的这个职位，为什么还会欠下一屁股债呢？其实都是因为接待康熙皇帝啊。皇帝来他家住了5次，那接待标准肯定是最高的，吃穿住啊一定是用的最好的。而且这皇帝他不是一个人来，他带了随行人马一大堆人呢，还有后宫嫔妃都带的呢。所以接待皇帝就欠了一屁股债，即使是这个最肥的职位都填不满这个窟窿啊。这个就是典型的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吧。靠山倒了，曹家跟着也倒了啊。大家来苏州旅游也可以来这里看一看啊，就搜第10中学就可以了，看一看这个繁华过后的平静。现在这3大织造府就剩下这个苏州织造府旧址还保留的呢，其他2个织造府旧址都没有了。我现在苏州，这是苏州的南园宾馆，相当于这边的国宾馆了，接待过很多政要。这个宾馆里面有2个神秘的建筑啊，就是我身后这个，一个是那个叫571工程，那个是林彪修建的啊。这边还有一个蒋纬国故居，蒋纬国是蒋介石的第2个儿子，大儿子叫蒋经国嘛，这是小儿子，他以前住在这里啊，蒋介石特意给他修建的小别墅。在这小别墅的下面有一个地下指挥所，是后来林彪修建的啊。这个工程叫做571工程，进去带大家了解一下。入口处比较隐蔽，入口处停着一个红旗车，这就是当时的林彪专车啊。当时能坐上红旗车的人，那都不是一般人啊。这个墙上都挂着林彪的一些简介，这边有一个571工程遗址的一个介绍啊。当时林彪70年4月份在这边布置了一系列的任务，然后开始大兴土木，修建这个地下指挥中心和地上建筑。进去看一看，参观一下啊。林彪坐过的这个车，哇，这个车厉害了，66年就投产了 ，V8 发动机，后轮驱动的，居然是。看看里面是什么样的，怎么像一个沙发一样？这个座位，这个座位没有头枕的，大家发现了吗？66年的车，方向盘是那样的。看看后排啊，一般领导人都坐在后排，空间很大，中间这腿部空间，这四周围是有窗帘的，高级领导人都有窗帘的啊。这车很长的，红旗。好，下面就到这个地下去参观一下。哎呦呦呦呦，顺着台阶走下来啊。林彪第一次住南园，他一共来过这边3次。哇，这通道好长啊，里面的光线不太好啊。这边是放的什么呀？一排箱子。哦，放的一些战略物资储备箱，放的药。这个应该高度是2米啊，因为我1.85米，还没有顶到头呢。这个宽度的话，应该有1米多。可以并排走下2个人，从这边就进来了。这边有个分岔口啊，先看右边，这是一个向上的通道，现在堵住了。这边有一个，这边有一个。先看这个直接进来的这个地方啊，这个房间很小。这个看这个样子啊，像是通风管道一样啊。墙上有几个柜子是干嘛的呢？应该是发电报的吧，和外界联系的。再去下一个房间，往这下边走了。这里面怎么没有人呢？一个人在这里面走还有点心虚啊。哇塞，这个门好厚啊，这个是能防核弹攻击的这个地下室，也算是个地下堡垒。这边都是排风管道，这边又是一扇大铁门啊！看这个厚度，从这儿就进来了。哦，这边是林彪的办公室啊。墙角的地方放了一个除湿器，
因为在地下这个湿度还是挺大的。这边是客厅，3个沙发，然后四周呢是这个木质的隔板，装修很简单啊。这边客厅，那边是办公的，就是这样了。然后这边又是一扇大铁门啊。这个墙上有一个介绍，大概是说的1971年林彪第3次来到这个地方啊，然后在这里住了21天。这个地下工程里面是恒温21度的，没有阳光也没有风。1971年的3月7号凌晨，林彪离开了这个地方。然后9月13号凌晨2点30分，他乘坐的飞机就坠毁了嘛，中间隔了几个月的时间啊。这就是这间房间的情况了，去下一个地方看看。哦，从这里就出去了。再看一下它这个门有多厚啊，这么厚，可以放核武器的。这边还放了一个除湿机，这里面是马桶啊。哇，这是林彪的厕所，在当时60年代啊，能用上抽水马桶的，这都不是一般人。这边还有一个逃生梯，这想的挺周到的吧？这就参观完毕了，从这边就上去了。我看看上去以后都到哪了啊？通道还是挺长的。哦，这边还有一个通道呢。哇，这么长呢！这是一个备用的通道，逃生通道。出来了。哦，出来以后是这个地方。看一下它这个出口的位置啊，很不起眼的一个地方。刚才在里面看了，它不只是这一个出口啊。好了，这就是这边的情况。大家在苏州的可以来这里看一看，了解一下历史啊。这里是苏州的寒山寺。寒山寺最有名的就是那首诗了：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前面就是作者写这首诗的地方，有个枫桥，去那边看一看。这首《枫桥夜泊》非常有名，小学课本里就学到了。今天来到实地，再读这首诗，又有不一样的感觉。我来给大家解读一下这首诗写的内容啊。这个就是寒山寺里面的塔，这是江南水乡苏州的民居。这条河就是著名的京杭大运河。这边就是诗里面写的枫桥。当时的作者呢，是坐着这种小船，从北方沿着京杭大运河避难来的。第二天打算去苏州城啊，晚上呢先住在这城外的这个枫桥下面。这边有一个夜泊处，当时作者的船就停在这个码头边上，晚上就住在船里啊。看一下这首诗第一句：月落乌啼霜满天，太阳下山了，乌鸦在这树枝上乱叫。当时是秋天嘛，然后这个晚上呢也下霜了，天气特别寒冷。再看第二句啊：江枫渔火对愁眠。江边的枫树啊，秋天嘛也簌簌的往下掉叶子。渔火就是渔船上灯火，晚上点灯。对愁眠就是他很发愁啊，愁的晚上睡不着。前两句诗就把这边的环境点出来了，还有作者的情绪。寒冷的夜晚，作者一个人住在这船上，看着四周这个凄凉的景色，然后他本身也有心事，所以他就睡不着啊。再加上晚上呢，突然间这个寒山寺的钟声响了，钟声就传到这个客船里来，更加显得这个地方特别凄凉。作者有感而发，就写出这首千古名诗了。这首诗字里行间都透露着一种发愁的情绪啊。那么他到底在愁什么呢？这就要说到当时的社会环境了。当时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安禄山率领叛军攻克潼关，然后攻占了长安。皇帝唐玄宗都跑了，跑到四川去了。很多老百姓为了躲避战乱，就往南方跑。作者也是其中之一。
背井离乡，一个人来到陌生的苏州，是不是很为自己的前途担忧呀？而且作者本来是有一段好的前程的，因为他在安史之乱发生前2年刚考取的进士啊，本来是可以当官走仕途之路的，走上人生巅峰。现在看的话，一切都成了泡影了，这就是作者发愁的原因。好，现在去那个寒山寺里面看一下。寒山寺的正门，这个寺庙都是黄色的墙啊。这个寺庙是坐东朝西的，现在游客很多。关于这个寺庙还有一个有趣的故事啊。寺庙里呢有2个得道高僧，一个叫寒山，一个叫拾得。有一天寒山就问拾得，他说世人肥我、谤我、欺我、骗我、亲我、笑我、贱我，我该怎么办？拾得回答说，那你就忍他、让他、避他、由他、随他，再过10年你且看他。回答的太智慧了，是吧？后来拾得和尚是去的日本了，在日本弘扬佛法，把中原的这些文化也都带过去了，所以现在日本也有一个寒山寺。从航拍镜头里看一下寒山寺所处的地理环境，寺庙外面就是著名的枫桥，还有京杭大运河。大运河到今天为止也是可以走船的。一个人一首诗，成就了一座寺庙。我现在在江苏昆山，这是昆山的网红大楼金字塔大楼。这个楼的设计其实挺好的，每家每户都有一个大阳台，可以看到别人在阳台上干什么啊？这里正在遛娃。每一家的楼顶是上一家的阳台，这样一层一层的叠上去，还是挺有意思的。可以把阳台做成一个阳光房，也可以在阳台上喝茶、聊天、晒太阳，而且这样设计不挡阳光啊，每家都有采光。这设计师的脑洞真的是脑洞大开啊！它这个阳台是有凸出来的，有凹进去的。你看我旁边这边就是凸出来的，这一溜就是凹进去的。
凸出来的这个比较好一点啊，采光呀、视线都无遮挡。但是凹进去的这一面儿，视线就有点遮挡了，而且采光可能也会有点影响。它的价格我觉得是不一样的啊，这个可能要贵一点，这个就便宜一点。这边房子均价是1万多啊，很多在上海工作的在这边买房，因为这里去上海很方便嘛，直接地铁11号线直达的。这个楼的后面就是地铁站啊。现在我换了一栋楼，刚才是在这个楼的楼顶拍的，12层。现在我换到它对面这个金字塔大楼的楼顶了。这栋楼是这3个里面最高的楼，一共有15层。这里是一个天井啊，往下看一下，好高啊，好怕手机掉出去。这里楼呢，大部分都是公寓，可以租来办公用的。从这个角度看看对面那个楼啊，还有这边正在装修呢，还没有人住呢。这是中间那个小广场，这边的楼也是一层一层的下去。哎呀，这上面视野真好，那边就是上海了，这边和上海就是一条河之隔啊。这几栋楼的后面就是上海。金字塔大楼这栋楼里面是这样子的，中间是一个天井，然后越往上这个口就收的越小，一直到最上面，这中间是空着的，空气可以流通，然后也可以采光，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啊。这个大楼是开放式的小区，住的人比较杂，然后送快递的呀、送外卖的呀都可以进来呀，而且这电梯也不用刷卡。进小区也没有人守着啊，因为很多租户租在这里。这下面的通道也是4通8达呀，电动车直接就放在这个天井这里啊，放了一排。这个小区里面很多楼都是可以出租出售的。电梯对面就有一个信息板啊，看一下大露台的100平90万，露台突出的76平85万。相当于1平1万出头啊，这个价格大家觉得贵不贵？还有精装修的，这个都是一室一厅，这个面积比较小啊，有南阳台、北阳台，还有露台，有突出的、不突出的。现在晚上的8点了，我又来到楼底下了，再看一下这个楼，亮灯的并不多，说明它这个入住率不高啊。再看一下这边的。情况是一样的，它那个一闪一闪的那个是民宿，没有几家。看旁边的那个小区啊，万家灯火，这2个一对比，你就能看出来这个楼的入住率了。大家好，我现在在苏州的太湖。中国有5大湖泊：洞庭湖、鄱阳湖、太湖、巢湖、洪泽湖。其中这个太湖上面，大大小小的话有50多个岛屿。其中有18个是有人居住的，剩下的全都是无人居住的岛屿啊。今天我带大家去太湖中间的一个有人居住的岛转一转，就是我身后这个叫做阴山岛。先通过无人机的视角，我们整体看一下这个岛的情况。这个岛是东西长、南北窄，整体上呈一个月牙形的，中间有个弧度。全岛的面积是0.8平方公里，这是一个袖珍型的小岛。岛上有200多户人家，一共是500-600人。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条堤坝是99年才建好的，这是进出阴山岛的唯一通道。之前上千年的历史中，都是要靠摆渡船的。现在修了堤坝，生活是极大的方便了。从视频中可以看到，在阴山岛的半山腰有一条公路，这是一条环岛公路，可以绕岛转一圈的。我们看这个岛上主要种植的都是茶叶，这边盛产太湖的碧螺春。刚才通过无人机对这个岛有个大致的了解，现在咱们就走到这个岛上面去啊，实地看一看。因为岛上的路比较窄嘛，所以汽车只能停在这2边。这边全都是民宿啊，他们住的都很集中，都在住在这一片。村里面是可以农家乐、住宿、吃饭都有的。这边是不通公交的啊，只能开车过来。村子口上有个超大的香樟树，已经有1000年了，枝繁叶茂啊，真是啊。
到跟前看一看啊。这边是一个进村的小桥，阴山村，这墙上都做的彩绘呀，蛮好的。这里全部都是民宿啊，农家乐，吃饭的、住宿的，也有很多游客啊。这边是渔船，他们好像就住在渔船上啊。哇，到这个香樟树底下了，这个树好粗啊，这要几个人才抱得住啊？我觉得得3、4个我才能抱得住呢。6个人啊！哇塞，这里好像是一个码头，从那里入口处进来啊，船就可以停在这个地方。啊，这个岛真的好原生态呀，那边好多鸡在叫呢。去这个岛的最高处看一看啊，这边有老人在喝茶聊天。岛上面呢有这种小路，可以绕着岛转一圈啊。岛上呢主要是种植碧螺春的，这边的村民都是以种植这个为生啊。这边有人在采茶，我可以拍一拍你们采茶叶吗？正好看到有2个人在采茶叶。作为北方人，我还没有见过采茶叶啊，过来看一看。哎呀呀，好陡啊！这个是碧螺春吧？就是一个叶子小点点的啊。看看这样的，全部都小点点。这采了多久了呀？刚到了，这个到了10几分钟啊？10几分钟不止。啊，采的挺快的啊。这个小，你看到这个，你看全部都一叶小点点，你看全部都正泡里面找的，看到？采什么呀？这是？就这个样的啊。变的，就是一叶小点点，就这样的，全部在这里找的，少没望出来呢。它采完还会长出来吗？会啊，还会再发。啊，那过一段时间又能采了是吧？哇，那挺好的啊，种一次树，然后一直可以采着卖钱。采4、5年了吧？这就怪好的，可能不好。啊，就是这样，然后采回去再炒茶是吧？对了。全部这样小点点头的，一叶的。哦，第一次见还。你看到，你看这里。哦，它这样是一行一行的这样种的，然后就种在山坡上啊。哦，采这个也很晒的哈。晒的，4、6个小时。你看都戴着帽子，都把头包起来了，只露个眼睛出来。这个采了能卖多少钱1斤啊？一开始下来2000多1斤。4斤这个还能炒1斤啊，4斤这个嫩芽炒1斤茶叶啊。刚才我跟这2个大姐聊天，她们不是本地的，她们是安徽过来的，来这边采茶打工，等于是打临时工，就采个1、2个月结束就回去了。因为这个茶就是清明节前要把它采完，过了清明节再采的话，这茶就不好了。他们采完这一波就要把这个茶树都砍掉，所以他们就来打工1、2个月，工钱呢是1天不到200块钱吧，管吃管住的。大家觉得怎么样？跟去工厂差不多啊，其实。你好，从这儿能上到山顶吗？上去可以看到整个岛吗？你们在采茶呀？岛上的风光真好啊！现在我已经到了山顶了，山顶的视线非常好，带大家看看这边的情况。太湖中有非常多的这样小岛，看这条路，这就是出岛的唯一通道。现在是单车道啊，正在扩建呢。我再过1年多，这条路修好了，就变成双车道了。这个中间还经过一个岛啊，这条路旁边还有一个小岛，这是无人居住的。这边呢还有一个岛，这也是无人居住的。无人居住的岛都没有路通到外面，想去的话只能是坐船。我们看这个岛，这是叫横山岛，它有一条路通到这边的岛上。下个视频去横山岛那边看一看啊。我现在在的这个岛叫阴山岛，这岛上面很小的，1个小时就能转遍。我现在带大家去另一边看看啊。
现在这是山顶，越过这里之后，就能看到岛的另一边了。这岛的最高处有盖的小房子啊，山顶就是这样子的，这就是另一边了。岛上全部是种的茶叶，远处可以看到那边的2个跨湖大桥，那中间也是有一个岛的。我就是沿着车从那边开过来的啊，那个就是西山。在岛上的小巷子里转一转啊，岛上的房子建得特别好，都是2层、3层的小别墅，背靠大山，面朝太湖。看这建得多漂亮啊！白墙黑瓦，跟苏州古城是一样的。人家这边的农村有钱啊，有条大黑狗。岛上好原生态呀，还养的鸡，养的鹅。这是饿了吧？种的枇杷树，还有别的树呢，别的树我都不认识，这是南方的树。近距离看一看枇杷树啊，现在已经结果了。这个什么时候成熟呢？大概是5月份吧。还有1个多月啊，结的还挺多的。在半山腰有一条那个铺好的水泥路，但是如果要上山顶，都是这种羊肠小路啊。刚才那个人他吓唬我呢，他说这里面有蛇啊，但是我又问了很多人，他们说现在这个季节没有蛇，可能别的季节有蛇啊，但是还是要小心一点。这两边的树都非常高，这就是出岛的这条路。当时99年修这条路的时候，每家每户都出钱了的，按人头出钱啊，政府拿一部分钱，村民拿一部分钱。现在正在扩建。大家好，我现在在苏州，今天要去苏州的西岛玩一下。我租了个车啊，因为那边的交通不方便。你们租过车吗？今天带大家看一下这个租车的流程啊。到门店了，我在网上都下好订单了，来门店取车。进去看一看取车的流程。人呢？怎么没有人呢？现在租车特别方便，有身份证、有驾照就可以租了。车在地下车库停着呢，地下车库还是2层的呢，这上面也能停车啊。就是这个车捷达，看一看啊，主要看一下有没有划伤之类的。其实转一遍就可以了，没有啥大问题就行。看一下这个捷达的里面啊，这个捷达的配置就是很简单。这边是收音机，没有倒车影像。这个空调是这样手动的，感觉像开着小面包似的。然后也没有天窗，然后中间这里没有扶手箱，空空荡荡的。不过捷达嘛，就是皮实耐用就好了。租车的时候需要注意什么啊？我们要看一下它这个油表，还有公里数，记录一下。然后看一下这个仪表盘上有没有亮灯的那个故障码，如果是正常的话就 OK 了，可以开出去玩了。现在我已经开到太湖桥上了，哇，那边就是太湖了。当前平均时速61。快到西岛了，这边全是农家乐啊，左手边。然后路边还有摆摊卖东西的。在城市待久了，开车出来玩一下还是很好的。寻找一下乡村的野趣。300米处，现在我找了个地方把车停下，好好看一下。刚才在地库里黑不隆咚的，也没有看清楚啊。白色的小捷达，自动挡的，还可以啊，一个人开足够了。我租了2天，2天是299块钱，相当于1天150，再加上油钱的话，1天200块钱差不多够了。刚从那边开过来呀，那边是
太湖上面的一个小岛，这中间有桥。它这个桥呀，把太湖中间的很多岛都连起来了。太湖中有50多个岛，其中有人居住的是18个岛。今天我要去其中的一个啊，看这个太湖上面的风景多好呀！而且这个乡村公路上很少车啊，开着车走在这个林荫大路上，非常的爽。曾梦想仗剑走天涯，看一看世界的。上有呀天大，下呀有山，城里有林，城外有水乡。哎呀，苏州海风光，哎呀海风光，哎呀哎呀，春季里杏花开，雨中采茶忙。夏日里荷花荡，琵琶叮咚响。一起小船轻弹柔唱，街洞里面看月亮，街洞里面看月亮，哎呀哎呀，秋天里桂花香，庭院树声朗。冬季里腊梅放，桃李长江。推开门窗青山绿水，斜闪闪出新天堂，斜闪闪出新天堂，哎呀哎呀。海呀海风光，哎呀哎呀，十八斤手针，海呀海风光。大家好，这里是苏州。在苏州的太湖中有大大小小50多个岛屿，其中有18个是有人居住的。我们看到的这个岛叫衡山岛，它就是有人居住的岛其中之一。岛上一共住的是200多户人家，一共是700-800人。整个岛的面积还不到1平方公里。从航拍镜头上可以看到，岛上的地形是中间高，四周围低，居民们都集中居住在湖边的位置啊。就是地势平缓的地方。岛上有一座栈桥和外界相连，
这也是出岛的唯一通道了。岛上的居民以种植枇杷树和茶叶为生，碧螺春是这边的特产啊。岛民们还过着世外桃源般的生活，太让人羡慕了。现在咱们就走到这个岛上去看一看啊。这个就是去衡山岛的堤坝了，可以看到这个路比较窄啊，只能走一个车。对面如果来个车的话，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会车了。两边就是滔滔的太湖水，这也是个宁静的小村庄，跟阴山岛一样，村口有一棵香樟树，看这个树龄应该也有几百年了。车子停在村口，村口是一个很大的池塘，这池塘是跟太湖连着的，从这个桥底下是连着的。岛上有好多老房子啊，老房子现在都不住人了啊。旁边就是新盖的农家乐民宿，这两个对比很强烈啊。这老房子上面都爬满了各种藤条，看看里面啊，历史的感觉。这老房子不住以后，并没有把它扒掉啊，还留在这里，可以看出以前生活的痕迹。以前这边就是住这样的房子啊，现在他们在后面盖了新的楼房了，越盖越漂亮。在上山的路口看到一个反光镜啊，这个镜子是塑料的，大家知道吗？它并不是玻璃做的。我按一下看一下，你看，你们不知道吗？现在爬到半山腰了。哎呀，这个岛上种的全都是枇杷树啊，漫山遍野的枇杷树。能不能上到山顶呢？从这条路，这个衡山岛上就没有环岛路了，而且这半山腰啊也没有柏油路，没有水泥路，只有这种羊肠小道啊。你要上山的话，只能从这个两个茶叶树之间穿过去。这边的交通不方便啊。我昨天去的那个阴山岛那边就有环岛路，就是我手指的这个岛，而且是柏油路，那个交通很好的。这个衡山岛更原始一点啊。然后这岛上还有很多坟墓的，这边的茶园全是这个老师傅他家的。老师傅你好，这全是你们家的呀？这好多呀，有多少亩啊？那采不完的，光雇2个人不行的。这片茶园是有2家的，这边的是这个大叔他们家的，那边是另外一家。你看这个大叔刚才把这一溜都扎上这个绿色的带子，就是分界线啊，这边是他家的，因为他请的工人来帮他采茶，他怕工人采错了，把别人家的采了就不好了。现在继续往山上爬，这边又看到拴着红色绳子的地方了，这又是2家的分界线啊。这个只有本地人才能知道谁家是谁家的，因为它都长在一起了，连成一大片。现在应该是到山顶了，山顶已经没有路了。天哪，上面只有我一个人。哦，就看到另外一边了。你好，那还有小狗。师傅，这片茶园都是你家的吗？对。好多呀，有10好几亩啊。他们中午就在这上面吃饭，有人送上饭来。岛上有很多的这种罐，这是蓄水的啊。下雨的时候，雨水就顺着这个铁皮流到瓮里头去了，然后就可以拿来浇地啊。然后他们每隔一段路呢，也会修一个这样的蓄水池，里面全都是水啊。这个我看是别人打药剩下的药啊，还有药桶。虽然就是挨着太湖这么近啊，但是上面还是挺缺水啊。这就是衡山岛的情况了。大家喜欢这个岛吗？你愿意住在这个岛上吗？到苏州最著名的拙政园了，进去参观一下。苏州的拙政园还有留园，
还有北京的颐和园、承德的避暑山庄，这是中国4大园林。今天来拙政园的游客特别多，天气很好。我一直没来这里，是因为我对这个不太懂啊。今天进去逛一逛吧，门票70块钱啊，在这边排队，检票进来了，随便逛一逛吧，因为咱也不太懂。江南园林啊，这个园子太有名了，它是5A 级景区，世界文化遗产，而且是中国古典园林建造艺术的巅峰，名气太大了。先看一下这个园子的主人是谁吧，他就是这个人，叫做王献臣，他是明朝的一个官员。下面这个人叫做文征明，他是明朝江南4大才子之一啊，他帮助王献臣设计了这个拙政园啊。王献臣为什么要盖这个园子？因为王献臣当官，他的仕途不太得意啊，受到别人的诬陷，仕途坎坷，他就不想从政了，想找个地方归隐田园，寄情于山水，过陶渊明一般的生活。因为他的老家就是这边的，所以他在这边买了地，开始建房子了。这个园子花费了很多心血，建了16年才建好呀。建好以后，他才享受了2年就去世了。去世以后，他儿子是个败家子啊，因为他儿子喜欢赌博呀，没多久这园子就输给别人了。这个园子也被辗转倒卖过很多次，有吴三桂的女婿，还有太平天国的忠王李秀成。从这里我们能看出什么道理吗？就是这个房子的原主人呕心沥血16年呀，最终却为别人做了嫁衣。这人一死了以后，什么都带不走，这么大的家产，这么好的园子，你一点都带不走啊，便宜别人了。我们看一下园子里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个景点吧，就是这个亭子。这个亭子里面东南西北各有一个这个圆的观景窗，这4个圆圈呀，就分别代表了春夏秋冬4个季节。你从每一扇圆圈里看出去，风景都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这个代表了夏天，夏天的时候这池塘里开满了荷花。这个就代表冬天，冬天下雪的时候，这个房檐上都是落的白雪，还有白墙。坐在这边就可以赏雪景了。这个方向代表的是春天，窗外有迎春花，还有各种郁郁葱葱的树木，春天来了，生机盎然。这边呢代表的是秋天，秋天的外面是一片竹林，所以坐在这个亭子里，你往四周围看，春夏秋冬的景色就都有了，设计的非常巧妙啊。还有一个更巧妙的啊，在这个亭子的旁边就是园子里面的池塘，在池塘的尽头我们看一下有一座塔，这个塔是苏州著名的北寺塔，它不在园子里啊，它离这里有1-2公里呢，但是给我们的感觉就好像它是在园子里一样。这个就是运用了借景的手法，巧妙的借了别处的景，而且这个湖面上还可以呈现出塔的倒影来。这两边的树木呢也没有把塔挡住，从这里呢就可以一眼望过去，是不是太巧妙了？康熙下江南的时候曾经来过这里，他参观完这里以后不怎么感兴趣啊，不是因为这里不好，而是因为这里太好了。康熙是认为这么好的环境容易使人丧失斗志，如果长期处在这种环境里面，可能会失去进取心啊，那就是温水煮青蛙了。好的，这个视频就拍到这里了。对于最后这个观点，大家怎么看呢？可以在留言区评论一下啊。